五魁把柳财主家的那个被土匪掳走的新娘子囫囵囵地背了回来。六爷，回，你等着。柳太太，柳太太，五魁把少奶奶接回来了。柳夫人把少奶奶领进了屋子里，她是不敢相信的，不敢相信一个被白风寨的土匪掳走的黄花闺女能囫囵囵的再回来，任谁都不会信的。柳夫人把少奶奶锁进了屋子里。五魁，这是太太赏你的小米，马嫂出事了。哎，谢谢。哎，马嫂，出事了。那天听说新娘子遭了土匪，少爷就到阁楼上取枪，要给土匪拼命，不小心弄着了火药，死了。不想弄着了火药，死了。你背回了少奶奶，太太说一定要谢你的。拿着吧。好。当晚，柳太太打开了新娘子所在的屋子的锁，她要用她以为可靠的方法检验这个少奶奶是否在土匪窝失去了贞操。虽然已经是民国了，但重视贞操的观念还是在的。没有经验的丫鬟尴尬地看着马婶。小翠，你出去吧。马嫂，撒上灯灰。按照柳太太的吩咐，马嫂在白布上撒上了灯灰。好奇的丫鬟想知道怎么检验。你把衣服脱了。太太让你脱就脱吧，是为你好。新娘子也大致猜出了婆婆的心思。柳太太看着眼前的一切，她也希望检验结果是皆大欢喜的。毕竟她刚刚失去了儿子，需要一点好事来平衡下。柳太太命令新娘子坐到那个盆子上，然后她从公鸡的颈部拔下了一根羽毛。起来吧。灯草灰没动静，太太，纹丝儿没动。这就好。穿上衣服吧。通过这个检验，柳太太终于相信这个新娘子在土匪窝没有失贞，是自家的少奶奶，这也算是喜事一桩。柳太太，备齐了。老长工指的是让少奶奶倒骑驴子的仪式。少奶奶，白风寨是土匪窝，进去过的女人十有八九。太太也是为了柳家的门风。以后对什么人也不要说你去过白风寨，就说五魁背着你躲到山崖下了，记住了？马嫂，待会儿给少奶奶熬碗红糖姜水喝，去寒。柳宅的院子中间摆放了一个上面有太极图的灯，老长工老六牵来了一头毛驴，让少奶奶倒着坐到上面，老六牵着驴子在院子里转了起来。这算是还活着的少奶奶与已经天人永隔的少爷之间的某种成婚仪式吧。新娘子自然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她也不知道自己未曾谋面的丈夫已经为了她意外身故了。老六就这样牵着驴子在院子里转了一夜，新娘子马上要困得支撑不住了。五魁的老哥作为秦腔歌手，他又接到业务了，不过这次是白事，是柳家少爷的白事。盖着盖头的新娘子并不知道，和自己拜堂的是一个抱着木像的替身。拜了天地，然后是拜父母，夫妻对拜，这和现在的仪式区别不大。拜堂之后，新娘子就成了柳家的少奶奶了。起丧。这时候，柳家少奶奶至少该从气氛中感觉出异常了。是的，不过这时候说什么都晚了，因为她被捆着手脚放在了一顶小轿中。柳夫人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坚强的女性，但面对着这荒唐的命运，她还是泪流满面。
柳家少奶奶还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感谢观赏。